大家好，我是陆哥。今天我们来讲柴可夫斯基。在大家的留言和私信中，这位作曲家是大家呼声最高的。无论你是否听古典音乐，相信柴可夫斯基这位伟大的俄罗斯作曲家，你一定知道。因为即便你不了解他，多少你也会听过他的《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这些芭蕾舞舞剧，里面有我们熟知的4只小天鹅。而如果对他有些了解的朋友，就一定知道他的2部伟大的协奏曲：第一钢琴协奏曲和小提琴协奏曲，以及1812序曲、弦乐4重奏的如歌的行版，以及第6交响曲悲怆等等，这些是老柴最热门的曲子。最后，对于柴可夫斯基迷来说，交响曲从1到5，以及曼费德、歌剧叶夫盖尼·奥涅金，以及最成功的歌剧《黑桃皇后》，以及一众管弦乐作品，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曲、哈姆雷特、意大利随想曲，都是他们的最爱。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涵盖了几乎所有古典乐的题材，他也写过钢琴奏鸣曲，所以除了他是俄罗斯的，他似乎与其他浪漫主义作曲家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所以这里有个问题可以和大家一起思考：柴可夫斯基是俄罗斯的民族作曲家，还是欧洲浪漫主义作曲家？1840年5月7日，柴可夫斯基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矿场经理。在前妻去世后，他娶了一位年轻的贤惠的法裔俄罗斯女人艾希亚。这位艾希亚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位可以弹奏出很多钢琴曲的人。柴可夫斯基就是这位母亲的孩子，整个童年他都活在母亲的音乐和远离喧嚣的大自然里。总体来说，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孩子。他对音乐的天赋从4岁开始就展现了出来。他可以听完莫扎特、贝里尼这些大师的歌剧后，可以在钢琴上按出曲调。父母看到如此的天赋，当然也不能坐视不管。5岁那年就给柴可夫斯基请了一位钢琴老师，而之后就发生了小柴可夫斯基非常著名的故事《脑袋里的旋律》。有一天家里来了很多客人，大家一起弹琴唱歌。晚会结束后，柴可夫斯基躲在房间里，泪流满面。钢琴老师询问原因，小柴可夫斯基捂着耳朵说有音乐。当时的钢琴老师并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但是小柴可夫斯基指着自己的脑袋说：“他在这里，他一直在想，我没有办法让他停下来。”没错，这就是灵力啊！5岁已经开始灵感爆发了。由于父亲本身拥有财力和人脉，所以早就安排好了儿子的未来。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从事体面的政府官员工作，收入高，前景好。所以柴可夫斯基10岁左右，也就是1850年，就被送到了圣彼得堡法律学校学习。这是一所非常著名的贵族法律学校，专门为沙俄的司法部门培养官员。第一次离家的柴可夫斯基感受到了深深的孤独，因为这是第一次他离开自己的母亲，同时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学习音乐。4年后，母亲因为霍乱感染去世。对于本身情感就极为敏感的柴可夫斯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实。这也在后来他的婚姻上体现了出来。恋母是对他影响很大的情节。在法律学校学习的过程中，柴可夫斯基的学习是很认真的。虽然他自己并不喜欢法律，但是他不想辜负父母的期待，但是也会经常发生在课堂上偷看乐谱被老师骂的这种情况。对于童年的柴可夫斯基来说，莫扎特和格林卡是他最向往的导师。莫扎特自然不用多说，格林卡是俄罗斯的音乐之父，他是让俄罗斯民族音乐水平拉高到可以和其他欧洲国家同等高度的人。没有格林卡的影响，也就不会让俄罗斯音乐发展到后来的强力五人团以及柴可夫斯基。所以格林卡是小柴可夫斯基最想成为的人。另一个导师莫扎特，从小柴可夫斯基就是听着莫扎特的弹簧长大的。当然这里你会好奇，那个时候没有录音设备，几岁的柴可夫斯基是怎么会听到莫扎特的歌剧？
因为家庭比较优越，他家里有一个叫做乐队琴的东西，是可以发出乐队的很多乐器的声音，可以播放一些音乐集锦。而莫扎特的歌剧《唐璜》是柴可夫斯基最喜欢的。巧的是，这部歌剧后来也彻底改变了柴可夫斯基对音乐事业的决心。在法律学校学习的时期有一次意大利的一个著名乐团来圣彼得堡演出莫扎特的《唐璜》，但是票价非常的贵，这也能理解。一方面是乐团的实力和名气都很高，远道而来，票价自然要比正常高出好多倍。柴可夫斯基又不想找家里要，也不想找同学借，毕竟是一个很文静腼腆的人，但是他又非常不想错失这次机会，于是他在剧院的门口徘徊。当天下了小雨，几辆运货的马车停在了剧院的门口，工作人员紧张地在搬运物品。柴可夫斯基出于本能的就上去帮忙，虽然年纪很小，但是干得最卖力。结束后，剧院的经理把他叫了过去，准备给他钱。柴可夫斯基说：“我不要钱，但是能不能让我听歌剧演出？因为我是莫扎特迷。”最后经理同意了。听完演出后，柴可夫斯基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意大利的歌剧团演出的莫扎特歌剧《唐璜》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它激发了我一种神圣感。我崇拜莫扎特，我要将生命献给音乐。估计父亲看到这个信之后是非常紧张的，因为他只希望自己的儿子好好学法律从政。从法律学校毕业的柴可夫斯基来到司法部门工作，可以说处在这个位置的他已经超过同龄人一大截了，薪水高，晋升机会多，但是他却是痛苦的。他不善应酬，讨厌各种套路化的官僚作风。每当看到那些公文中的阳奉阴违的文字就难以接受。他认为这些东西都是空话、废话，没有任何意义。在月亮与六便士之间，他毅然决定选择了月亮，辞职。他尝试写一首曲子给出版商，看自己是否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于是，一首叫做《夜半》的钢琴曲诞生。出版商的经理很识货，看了乐谱之后一度认为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一定是音乐学院的优秀学生，但其实他是一个司法部门的公务员。就这样，这首曲子出版了。有了这个基础，柴可夫斯基拿着出版的乐谱给父亲看，告诉他自己已经辞职，并且决定从事音乐后，父亲最终妥协同意了。不得不说，柴可夫斯基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他的父亲也是一个有鉴赏能力的人，听完自己的儿子演奏完之后，他很激动，认为儿子确实是可以靠音乐养活自己的。虽然花了大价钱让孩子去学习法律，最后儿子却改行搞音乐，这位老父亲却没有任何责备，而是相信这样的家长确实伟大。放在今天，我觉得也很少会有这种魄力的。从这里开始，柴可夫斯基走上了音乐之路。他进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成为首届学生。这里也是柴可夫斯基和其他俄罗斯同时期的音乐家的区别。他是接受过良好的学院音乐教育的音乐家，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他系统地学习了作曲和演奏，并且和德彪西、斯科里亚宾这些出了名的不讨老师喜欢的学生相反。柴可夫斯基在学校各门功课都非常的优秀，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都觉得未来他一定能够成为像格林卡那样伟大的作曲家。但是当时的院长安东·鲁宾斯坦对学生的要求非常的高，几乎不会给柴可夫斯基什么赞赏。但是可以说他是柴可夫斯基的第一位贵人。1865年，25岁的柴可夫斯基从音乐学院毕业。毕业时，学校会评选一部最优秀的学生作品。柴可夫斯基拿到的选题竟然是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欢乐颂》主题，与乐圣竞赛，可以说是一种巨大的挑战。最后，在院长安东·鲁宾斯坦的指挥下，由柴可夫斯基创作的《欢乐颂》在毕业庆典上非常成功的演出。听到这首曲子的师生都认为俄罗斯未来的音乐有戏了。柴可夫斯基将会成为那个伟大的人物。虽然大家都很认可自己，但是生存问题仍然困扰着柴可夫斯基。毕业之后该靠什么养活自己？但是一向对自己不怎么表扬的院长安东·鲁宾斯坦让他到自己的办公室，他问柴可夫斯基毕业后想干什么，是否会继续从事音乐方面的工作。柴可夫斯基非常肯定的点头。随后安东·鲁宾斯坦告诉柴可夫斯基，自己的弟弟尼古拉·鲁宾斯坦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当院长，并且想要让他推荐一名优秀的毕业生去给他们学院任教，而他推荐了柴可夫斯基。就这样，在人生的第一位贵人的帮助下，柴可夫斯基开始了漫长的教书生涯。而他人生的第2位贵人正是这位尼古拉·鲁宾斯坦。无论是在生活、工作还是音乐的创作上，他都给柴可夫斯基巨大的帮助。柴可夫斯基也将自己的第1交响曲献给了他。教书虽然解决了柴可夫斯基的温饱问题，但是教学工作是非常繁重的，他一周需要上26个小时的课，这让柴可夫斯基不得不在工作后透支挤出时间去创作。
于是巨大的压力一直让他备受煎熬。在这段时间，他也会和同时期的强力五人团交流联系。强力五人团分别是巴拉基列夫、尼木斯基科萨克夫、穆索尔斯基、鲍罗廷和菊伊。他们的主张是发展俄罗斯民族音乐，反对对西欧的古典乐的盲目崇拜。但是很明显，柴可夫斯基这种学院出来的学生，他的创作风格是西欧化的。从本质上来说，他和强力集团的音乐主张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开头我们讲到的那个问题，柴可夫斯基是俄罗斯的民族乐派作曲家，还是欧洲浪漫主义作曲家？这个问题其实还蛮难回答的。对比同时期的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是西欧化、国际化的；对比同时期的浪漫主义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又是俄罗斯民族化的。因为他会使用很多俄罗斯民族音乐作为题材，虽然理念不同，但是柴可夫斯基和五人团的关系是非常好的。随后，30岁的柴可夫斯基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初恋。柴可夫斯基可能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位同性恋，但是严格来说这不准确。在他30岁的时候，他喜欢上了一位女高音歌唱家阿尔托。虽然双方都喜欢对方，也决定发展下去，但是最后的结局却是悲惨的。因为此时的柴可夫斯基在音乐创作上开始起步，在俄罗斯的音乐圈已经小有名气了。阿尔托是一位跟着乐团演出的女高音歌唱家，注定是无法一直待在俄罗斯的。她几乎一直在不同的国家演出，两个人都不愿意让步，都认为事业更重要。最后的结局是两个人都很痛苦。这个时候，亦师亦友的尼古拉·鲁宾斯坦去拜访了阿尔托，希望他能帮俄罗斯保留柴可夫斯基这位伟大的作曲家。阿尔托也很快和另外一位男中音歌唱家结婚了。当然，这里的鲁宾斯坦不能叫做拆散鸳鸯，只能说给这对痛苦的情侣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几十年后1887年，早已声名显赫的柴可夫斯基旅行到柏林，又见到了53岁的阿尔托，两个人像多年未见的好友热情的交谈。柴可夫斯基随后还一口气写了6首浪漫曲送给阿尔托。在这个时期，柴可夫斯基创作了一部非常热门的曲子，这首曲子的出名还要和另外一位名人有关，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2乐章如歌的行版。莫斯科音乐学院为了欢迎列夫·托尔斯泰的来访，举办了音乐会，在音乐会上演出了这首如歌的行版。大文豪听完之后热泪盈眶，写信给柴可夫斯基说自己的文学创作从来没有像那天晚上一样得到那么大的报酬，我喜欢你的天才。柴可夫斯基也很激动的回信，表示像他这样的文豪能够被自己的音乐感动是一件非常高兴和骄傲的事情。1874年，柴可夫斯基开始创作著名的第一钢琴协奏曲，这首曲子如今可以说是最著名的钢琴协奏曲之一。但是当时刚创作出来之后这部作品也是献给尼古拉·鲁宾斯坦的。柴可夫斯基满怀期待的在尼古拉面前弹奏完之后，尼古拉一声不吭，最后实在忍不住的说道：“我觉得这部作品毫无价值，根本无法演奏，除了2-3页还可以用之外，其他的都可以丢掉。”柴可夫斯基感受到巨大的侮辱，但是他很坚定地说：“我一个音符都不会改，我要原封不动的出版。”随后1875年，他让德国钢琴家布洛夫带到美国演出，而美国观众听完之后非常的震惊，认为这是一部非常伟大的作品。每次演出结束都是热烈的掌声。布洛夫把这个消息带给了柴可夫斯基之后，柴可夫斯基非常的震惊，他觉得本应该就是这样，这就是艺术家的自信。随后同年的冬天，这
这部作品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上演，同样受到了俄罗斯人民的巨大认可。很快，这部作品就成了如今钢琴协奏曲中最有名的作品，是钢琴家的试金石。当然之后，尼古拉也接受了这部作品，慢慢接受了这种创新，也亲自指挥过这部作品。在音乐史上，这种伟大的作品在开始不被认可的例子是比比皆是的。而艺术家往往就需要一种盲目的自信，不然一定会迫于压力修改到面目全非。同样是1875年，柴可夫斯基收到莫斯科大剧院的邀请，要他为芭蕾舞剧本《天鹅湖》谱曲。现在我们都知道，最后柴可夫斯基的曲子甚至超过了剧本本身的知名度。当时首演完了之后很多评论家表示，天鹅湖中的旋律一个比一个美，相比剧情，观众更被音乐所吸引。所以在后来，天鹅湖的音乐经常会被拿来单独演奏，不用一定要去配合舞台剧演出。有人说这是喧宾夺主嘛，我只能说主要还是老柴太强了。1876年，一位神秘的女性委托柴可夫斯基创作一首小提琴和钢琴的改编曲。这位女士就是大名鼎鼎的梅克夫人，当时46岁，是著名铁路工程师的遗孀。对她来说，最不缺的就是钱。她有聪明绝顶的生意头脑，靠着她和丈夫的艰苦打拼，从贫穷走向了巨富。但是金钱却无法消除她的孤独。丈夫去世后，她开始热衷于艺术。他还请过很多知名的钢琴家做自己的钢琴老师，而当时年轻的德彪西正是其中一个。之后又是在尼古拉·鲁宾斯坦的引荐下，梅克夫人开始关注柴可夫斯基。因为尼古拉是俄罗斯最权威的音乐家，尼古拉告诉梅克夫人，柴可夫斯基是俄罗斯音乐的未来，这让梅克夫人越发的好奇。尼古拉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推销员，他当着梅克夫人的面弹奏了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梅克夫人听完之后无比的激动，后悔自己没有早认识这位音乐家。烘托完了气氛之后，尼古拉对梅克夫人说，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作曲家，却把一周的大部分时间用来教书，工资也很低，现实的问题正在阻碍这位伟大的音乐家的前途。梅克夫人听完之后沉默片刻后说，我可以赞助这位艺术家生活的所有费用。尼古拉随即又说，但是柴可夫斯基的自尊心很强，不会直接接受别人的资助。梅克夫人说，那我可以定期找他写曲子作为回报。达成共识后，就发生了上面说的事，梅克夫人委托柴可夫斯基写曲子的事情。但是时间久了之后，柴可夫斯基发现梅克夫人让自己写曲子只是一种形式，实则是想给自己打钱。当柴可夫斯基发现之后，反倒更觉得这是在打击自己的自尊心。他给梅克夫人写信说明了情况，并且希望这个钱是他借给他的，所以不希望每次都形式化的为他写曲子。梅克夫人收到了信之后，立刻回信道，他不再用钱购买曲子了，而是每年给柴可夫斯基充足的生活费，让他根据自己想要的状态去创作，而不用考虑现实的生活约束。他不仅仅是在赞助柴可夫斯基，更是在赞助俄罗斯音乐的未来。柴可夫斯基收到信之后万分的感谢，于是这段音乐史上被传为佳话的一段关系就这样产生了。一直以来都有人问我相不相信异性会有单纯的友谊，因为看了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的关系，我是相信的。在他们相处的13年时间里，往来的书信有上千封，从音乐到人生无话不谈。但是从最开始他们就约定了这辈子不见面。再后来好多次柴可夫斯基到欧洲度假，梅克夫人会提前给他准备所有的生活所需，然后提前离开柴可夫斯基的房间，而他自己会住在离柴可夫斯基不远的其他酒店。有传闻称在这13年的时间里，有过1、2次机缘巧合，他们俩在不同的场合撞见过，但是两个人当面都没有说任何话。1877年5月，柴可夫斯基收到了一位女学生安东尼娜·米克留娃的情书，信里充满了他对柴可夫斯基的感情。但是对于柴可夫斯基来说，收到这样的书信是经常的事儿，他本能地回复了拒绝。但是与以前不一样的是，他决定去拜访他，当面说清楚。然而这个举动更是激化了安东尼娜对柴可夫斯基的热情，写给柴可夫斯基的书信越来越多。这里还有一个背景故事，就是柴可夫斯基在此前创作了一部非常成功的歌剧《叶夫根尼·奥列金》，当中的奥列金就是一个富家子弟，对善良的女主角的表白非常的冷漠和无情。柴可夫斯基感觉自己就像是自己歌剧中的可恶男人，这种压力也迫使他让步，加上自己也确实老大不小了，结婚似乎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虽然他打从心底就没有真正喜欢过这个女人，但是他们还是结了婚。安东尼娜似乎也清楚柴可夫斯基的心情，但是他有自信，只要结婚了，他一定可以通过自己的魅力去感化柴可夫斯基。就这样，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扭曲的婚姻仓促建立了，而结局肯定是注定悲惨的。1877年7月18日，
37岁的柴可夫斯基和28岁的安东尼娜在教堂结婚，随后他们开始了蜜月之行。但是当婚礼结束后，柴可夫斯基突然发现自己身边多了一位陌生的女性，突然开始慌张了起来。而可怕的是，安东尼娜过于想要表达自己的魅力，每次和他聊天的内容都是那些俗不可耐的八卦，谁谁谁曾经追求过他，他是如何拒绝的。这些对于柴可夫斯基来说，真的让他感到绝望。安东尼娜对音乐的品味也很低，甚至他都没有听过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也不知道在哪能听得到。他甚至问柴可夫斯基在哪可以买到他的乐谱，这让柴可夫斯基越来越讨厌这个妻子。结婚仅仅过去3个月，柴可夫斯基就陷入了重度抑郁，但是已经结婚了，没有办法回头了，所以他决定自杀，投河自杀。可惜他没死成。最后，通过好友、家人以及尼古拉的共同努力，这对夫妻结束了短短3个月的婚姻生活。这段经历让柴可夫斯基陷入了人生的谷底。随后，他开始旅行生活，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疗伤。梅克夫人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更是决定每年多加赞助金额，来帮助他渡过难关。柴可夫斯基在1877年见到了当时在德国与贝多芬齐名的作曲家勃拉姆斯。但是相信如果你是一个老音乐迷，你肯定能听出勃拉姆斯音乐中的深邃感。可以说他追求的是一种模糊感，结构本身大于听感与旋律。而柴可夫斯基肯定是不认可这种音乐的，他更偏向于有情感和旋律色彩的音乐。虽然他们之间的理念不同，但是相处还算融洽，彼此比较尊重对方。勃拉姆斯、瓦格纳、柴可夫斯基，他们3个人的关系可以认为是两两都看不起对方，而3个人在自己的领域都做到了极致，都有一众信徒，所以即便到了今天，在各大论坛评论区还是充斥着双方粉丝的争执。对于 UP 主我自己来说啊，3个人还真的都蛮喜欢的，没有特别的侧重。勃拉姆斯和瓦格纳，我们未来会重点出视频去聊。1891年，柴可夫斯基接到了美国的邀请，去纽约卡耐基音乐大厅演出。他已经成了美国民众心中世界伟大作曲家。柴可夫斯基自己都没有想过，在大洋的这端自己已经这么有名气了。美国观众的热情彻底感染了他，他也在美国度过了自己51岁生日，收到了一尊自由女神的模型。随着自己的名声和地位的扩大，收入已经成了柴可夫斯基不用去担心的事情。他给梅克夫人的书信内容也从开始与梅克夫人探讨人生与音乐，转变成告诉他自己的演出的成功，观众是如何喜欢自己的作品。梅克夫人也深知柴可夫斯基似乎不太需要自己了，加上自己的手患了严重的疾病无法书写和突如其来的破产危机，梅克夫人决定停止对柴可夫斯基的赞助。梅克夫人心里想的是柴可夫斯基不再需要自己，而柴可夫斯基想的是梅克夫人只关注赞助的事儿，而忽略了他们之间最单纯的感情。加上2个人都是自尊心非常强的，他们花了很多时间通过其他人去打听对方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是就是谁也没有迈出写信去询问这一步，最后2个人再也没有联系了。1893年，虽然只有50岁出头的柴可夫斯基苍老无比，他决定创作一部交响曲。19世纪末的俄国，老百姓对沙俄的统治绝望无比，社会动乱。对于他自己来说，一生走下来也没有可以陪伴自己的人，事业虽然成功，但是生活却是失败的。在种种情绪下，他创作了第6交响曲。写完后，柴可夫斯基对朋友说，他把自己的所有情感都写了进去。1893年10月28日，柴可夫斯基亲自指挥了首演第6交响曲。当时反响平平，但是柴可夫斯基不以为然，第2天就出版了这部作品，并告诉身边的人，这是他最好的作品。但是还没有取名字，他的弟弟当时给的建议是悲剧这个标题。虽然悲剧很符合这个作品的情绪，但是太过直白，柴可夫斯基犹豫了。随后弟弟的脑海中又冒出了一个词，悲怆。柴可夫斯基听到这2个字之后非常的兴奋，就叫悲怆。他最后的作品第6交响曲悲怆就这样出版了。
传闻称柴可夫斯基在11月2号的凌晨喝了一杯生水，当时城里镇流行霍乱，柴可夫斯基被感染了。很快，他的肺部开始剧烈的疼痛，感染让他神志不清了。自己的母亲也是死于霍乱，所以他感觉死神要来了。在11月6号的凌晨3点，这位伟大的作曲家离开了人世。这距离自己第6交响曲首演只过去了9天。当然，这是他去世的一种说法。柴可夫斯基去世，今天仍是一个谜。第一，人们认为柴可夫斯基这样对饮食很讲究的人是不可能在霍乱流行之时去喝生水。第二，柴可夫斯基的葬礼是开棺的，霍乱流行时不可能这样埋葬。后面有人推测是同性恋抵制运动和与梅克夫人情感决裂，让柴可夫斯基选择了自杀。有人认为霍乱在感染后的几天就治好了，真正的死因是砒霜自杀。不管怎样，这位作曲家走了。他出生于俄罗斯，将俄罗斯的民族音乐发扬光大，所以很多俄罗斯的老百姓都是从小听着老柴的曲子长大的。他是俄罗斯人民的英雄。不仅如此，柴可夫斯基拥有很强的音乐理论基础，这也让他的音乐走向了真正的国际化。就像他的好朋友德沃夏克一样，在大洋的彼岸美洲大陆，喜欢他们的听众依然不计其数。身为艺术家，注定要牺牲自己的生活，用最玻璃心的状态去审视这个世界，创作出最动人的旋律，只有这样才能激起普通人已经麻木的内心。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能够看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点赞转发，咱们下期节目再见。